跟他在一起交往有一段时间了，我感觉很委屈。他特别强势，非常大男子主义。我怎么强势了？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两个好啊。跟他在一起，每一次吵架，无论对错，都要我去跟他道歉。既然是你做错的事情，你就应该去道歉。你不道歉，谁道歉啊？就这样，他们家还觉得我脾气大，婚宴说取消就取消了，根本没有通知我。我爸妈也是为了防止我以后受气嘛。这个你只要出来道个歉，我们这个婚还是可以再结的。难道还要我去道歉吗？我都不知道我错在了哪里。跟上面那题有点反啊，上边是女人的任性，这个是男人的任性。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金23岁，来自河北，一名工程师；女嘉宾小杰25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，愿意公开相女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大2岁。对。怎么认识的？学校的联谊会上认识的。是你先追的他，还是他先追的你？我追的他吧。今天为什么来道歉？道歉。他给我道歉。他给你道歉来了啊？好，小片里说一直不管怎样都是你道歉，是真的吗？是的。能举点例子吗？我们交往2-3年了啊，然后就是本来这一次我们两个准备结婚了嘛，亲朋好友我们两个家都已经通知好了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回家2天，然后就是打电话到那个酒店那儿一问婚宴的情况嘛，酒店那边直接告诉我婚宴已经取消了，当时脑子一下就懵了，给他打电话过去，然后他就说，除非我再道歉，否则婚礼就不举行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说我说不结婚了。我当时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现在也跟你说的很清楚，你到我家跟我还有我爸妈道歉，这个婚咱们照旧结，再说其他事儿。怎么还要我道歉呀？咱俩交往2-3年，一直是我在不断的道歉，我是不是把你宠得太任性了？这话我刚听过啊。姑娘，你是怎么宠他的过去？比如说我们俩当时订婚的时候嘛，本来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不是在同一个地区的，我姨还有父母都要从那个保定那边过来。你家人过来的时候亏待他们呢，他们受委屈了，吃喝玩乐哪样不是我出钱啊？还是我接着他们行吧？你是接着他们，但是你看你家的态度，本来我们就是说6-7个人嘛，住个酒店吧，找个便宜点不就行了吗？他爸妈就说太贵了不行，那是在家里挤挤就行了嘛。那不是把新房让出来让他们住了吗？还怎么着啊？是啊，新房让出来全都是打地铺嘛。他妈就直接就是指着我鼻子就说，你们家亲戚来了怎么样，不许碰新床，不许怎么样的。我小姨就是做了一下新床，然后他妈当时就火了，指着我小姨鼻子就开骂。不是，我妈提前跟你说了不？跟你家人说清楚了不？新人住的主卧室新床是不可以碰的。你小姨为什么做？是你家人没有礼貌在先，好不好？当时人家累了，人家就坐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好好说就行了。你妈当时就把被子直接就丢地下了。本来就是新床，别人碰我怎么睡啊？你还用吗？你用吗？他用你用不用啊？所以我妈扔了呀。我问你，他用你用不用啊？不用了。不用了。不用了，那就不结婚了呗。我没有说不结，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嘛。然后就是说以前每次都是让我跟他道歉，然后这次不光是让我道歉，让我妈道歉，让我小姨道歉。他们家现在也就是太强势了，被我宠的。等于是你们去订婚去了。婚定了吗？当时定了。那道歉了吗？最后还是我妈去解释了，道歉了。你以前都这样吗？是的。什么事儿都跟他道歉？你跟他交往之后，你对过吗？姑娘，你告诉我。我感觉就没对过呀，所以说我感觉就一直就是跟他道歉呀，因为他就是说比较强势，我感觉就是他比我小2岁嘛，而且因为他比较是有男子汉嘛，有能力，然后我就觉得他男子汉。不是，本来有些事情是他做错，他道歉应该的。你给我举一个他错的例子，比如说那时候我上大4。完了之后，我们要办一个辩论赛，好不容易打到决赛了。我当时是我们的一个辩手嘛。完了之后，我跟他说的很清楚，我说我们在哪儿比赛，完了之后几点钟开始，你来这儿，对我这么重要一个事儿，我想跟他一起分享吧。我在台下等他，一直没有来。等完了之后，我因为要比赛开始，我要把手机关了，然后我上台比赛。
完了之后一直到我比赛结束快结束了，他才出现。是我的错吗？当时你根本就没告诉我你在哪个教室，你们是在其他学校比赛的，根本就不是在咱学校。我当时到的时候给你打电话，你手机已经关机了，好不容易打听了好多人，然后找到你们辩论赛，你们比赛还正在进行呢。等你们结束的时候，你能早到5分钟10分钟不？你早到5分钟我能关机啊。那人就不可能就不出现一点失误吗？当时就是说，你就心里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，你就是不重视，就不重视就怎么了吧？你道歉了？道歉了。你是怎么道歉的，姑娘？当时辩论会结束了，他呢也赢了，然后就是说，当时直接就不理我，然后就是直接带着他同学就是从我面前直直就过去了，就当没看见我似的。我当时心里可拔凉拔凉的，但是你说交往这么久，不可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咱就分手吧？然后就是当时真是打电话不接，然后是发短信，发的真是无数条，过了1个多星期，然后才有点缓和。你们还有大点的事儿吗？道歉的事儿？有啊，那时候买家具的时候，就是要订婚嘛，然后买家具，他们家有一套房子都装修好多年了，人结婚嘛，肯定是想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修一下嘛，然后大家装修怎么？然后大家我们那也没说装修好多年，行吧？我们装修完了之后，现在能住不？咱们现在结婚买房子要钱不？结婚要钱不？各事都要花钱。对。你完了之后，那你那床坐了一下你就不能用了，你装修装了那么久了，空气在里面流通那么久，我们也不能用啊。他觉得他家出房子了，然后就那时候非叫我家去买家具。关键是你说当时我们2个还没订婚呢，他家应该是按理说应该是先把聘礼钱拿过来，然后我们再从里添点钱或者什么再买套家具嘛。然后当时就死活不行，然后非要让我们家买家具。我当时让你跟你说的一样，咱们还没有订婚，我怎么给你下聘礼？你爸妈是嫁闺女，你是亲生闺女，让你爸妈给你买套家具，完了之后我聘礼钱我少给你了吗？你爸妈花的那钱买那点破家具，我少给你钱了。那是家具不家具的事儿吗？那关键是你们家态度的问题啊！你们家就太强势了，不光你强势，你妈也强势。你们家的话就是圣旨，我不听就是我的不对，不听就得我去道歉，就是我的错。等于家具买的人家不满意是吧？对，真是好几年了，每次都要我跟他道歉。你说这次就更任性了，婚礼呀，说取消就取消了。我明白了。哎，这次为什么把婚宴取消啊？他自己办的事儿确实有点不地道。本来我们订酒店挺高兴一事儿，完了之后订完酒店订好了，我带他一块回家吃饭。吃完饭之后，我爸妈就是在屋里打扫卫生、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跟他一块在客厅看会儿电视，然后聊会儿天。我不知道怎么了，他光摔门就出去，拎包就走了。事情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吗？本来你说结婚前肯定是订酒席、发请柬，各种事情都各种忙嘛。然后当时我们2个就是那一天去找酒店，然后就是找了好几家酒店，有一家我看着挺满意的，然后咱订了呗。然后他当时就是就是这个不同意，那个不同意，然后看看不是你结个婚找个酒店能找稍微你有点档次、有点眼光行吧？你找那家比你那个便宜，然后地理位置比你那个好，然后装修也不差呀。然后他就是当时最后也决定他选的那家酒店了，然后就是说各种不满意。回他家的路上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你眼光不行啊，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。然后当面对他父母的时候，一块吃饭的时候，他也是一直在餐桌上说这个。咱们订酒店在哪儿？我应该告诉我爸妈吧？我们结个婚的事儿，我不应该跟我爸妈说，我爸妈应该知道吧？该说，但是我听姑娘说的是你在训他呀。我没有训他。那你那语气不就是在训我吗？你当时你说一次就行了吧，然后你一直说，他爸妈去厨房收拾碗筷去了，然后他还在说我，然后当时你想忙忙乱乱的，身体也不舒服，然后就拎着包就有时候心里也不舒服嘛，然后就直接走了嘛，然后他就是我说先回家2天也没地儿去嘛，然后你那叫直接就走了呀，你一句话不说，你跟我爸妈也没有打招呼吧，你自己拎个包往外一走，把门一甩，我爸妈在里边光赶紧跑出来问怎么回事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把门摔这么响，吓我爸妈不行，还以为出什么问题了呢。就是出问题了，你们俩吵架了呗。所以当时我就说了，这姑娘不能要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结不结婚？我现在不是说不想结，我前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。你再说一遍。他到我家跟我还有我爸妈道歉。为什么道歉？因为这个事儿就摔了个门，他要道歉是吧？对，不道歉就不结婚是吧？对，你说的啊。还想做人吗？想。还想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吗？千万别道歉。我听不下去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就是你听这个就，你父母怎么个意思啊？我父母，
我父母反正就是说，这次肯定是坚决不能道歉。啊，太好了，反正我听起来挺气愤的。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伙子，你说那事儿啊，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我有多大的事儿呢？然后吧，就那个气场，让人看着真不舒服。那我特别想知道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，能把你养成这样的，处处道歉。我们家就是我父亲是比较强势啊，父亲比较强势，那妈妈什么情况？我妈就是性格也是比较有点弱嘛。跟你怎么样？有点像。那家里边就是爸爸是圣旨，妈妈就听，是吧？爸爸强势到什么程度？经常是吵架嘛，有时候回家晚了，真是就能发脾气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吵架道歉，然后不停的那个摔杯子。打人有吗？打人有过。也打过你妈妈是吧？对。打过你吗？打过。那我大概了解了。说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词儿，叫强迫性重复。你发现她找了这个男朋友，一个这么样的情况，我们看这么生气的情况下，但是她却喜欢，却吸引了他。他的气场和气质和他的父亲非常的像，所以这个异性父母对自己造成一定影响。父亲那个气质会吸引到他。那为什么叫强迫性重复呢？对于妈妈的处境你怎么看？我觉得我妈有支持还是同情？不支持。不支持，也反感爸爸对妈妈那样的，对吗？对啊。所以你对于妈妈那份地位和场景，你是心里面很难过的，对吗？对啊。所以这份情感被压抑到内心之后，当你再走入你的婚恋关系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被同样气质的父亲的气质吸引。同时在你的潜意识里面，你希望在今天能力比较成熟的情况下，想去扭转这个局面。对，其实他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。稍等，这个挺好的就是我说的重复，你还是觉得他对你好那一面，但是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是无法忍受了，但是你还能够忍受，因为在你的潜意识里面，你觉得除了好之外，你还能够发挥你的一定作用，能够去平衡这个关系，甚至想去挽救类似于你爸爸和妈妈那种关系。所以这个呢，可能你要发自内心的去想一想才能感受得到，你自己慢慢的琢磨琢磨跟这个情节有没有关系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不要去试图说通过你的努力能够去改变他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小伙子，我真挺服你的。参加这个辩论赛啊，一辩手完了赢了，然后就跟人家就不理人家，发这么大脾气。我跟你说，我都上电视了，我都没敢跟我媳妇喘大气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你要是会说了相声演小品，你还了得呀？真的，人家这个女孩各方面也都很优秀，爱对方的居然互相这个适应。如果我要是你的父母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是这样的谈恋爱，我真是死了心都有。对，凭什么呀？你是缺人爱吗？你谈过恋爱吗？他是我初恋。每次你道歉的时候，你是心甘情愿的吗？还是说不心甘情愿，以道歉换来之后所谓他对你的疼爱？那如此下去，他的要求会越来越过分。在你跟他所谓的这个幸福的生活里头，一段是你违心的道歉，换来了一段的你所谓的快乐。慢慢的，你快乐那个时间会越来越短，慢慢的，你整个你们俩的生活就会充斥着你的对不起。情侣之间哪有那么绝对的谁对谁错啊？一定是双方的都有问题，但如果一旦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身上，形成惯性的话，那你就抬不起头来了。这种相处的模式，你觉得会幸福吗？这完全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情侣的相处的模式。虽然说有互补，比如你强势，你稍微经常会示弱，但是那得给会知情的人，会知道感恩的人，会懂你的人，你这么做是可以的。不懂你的人，那他就是垃圾。其实我们所一直在争论任性这个问题，其实岂止是任性，我觉得不是任性，是目中无人。我们说做人偶尔可以任性，但你不能没人性。任性有的时候
虽然过了以后让人觉得很可恶，但多多少少不会让人产生恨，而他基本上就没把你当人看嘛。我这样说，你认可吗？不认可。那你反驳一下我吧。我怎么不把他当人看呢？你看啊，撒娇是女人的天性吧？对，他就是撒娇的时候，我一样会哄他。哄女人是男人的享受吧？女生肯定希望被哄，但在生活当中常常被指责，你根本就没有撒娇的机会，撒娇全给了他了，这哪里像谈恋爱嘛？男生没有一点点大度，在整个这个交流过程当中，始终是咄咄逼人的。你像刚才上面那位男生，再怎么咄咄逼人，到后面都软下来了，甚至还为他进行辩驳，你哪里有呢？所以你们男女之间完完全全失去了彼此恋爱的属性。没有哪个男的是不想宠自己的女人的，也没有哪个女人是不想撒娇的，而你们俩却忍耐了这么久。你们恋爱的快乐在哪里？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在哪里？一点都没有。所以说我听了半天，你们的爱我没看见，我只看见了一个是享受受虐，一个享受施虐的过程，仅此而已，没有一点爱，就这样。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就是男人不是男人，女人不是女人的时候，这事儿就拧巴了。你是男人吗？是啊，是男人。你跟你的未婚妻吵架了，你怎么跟你父母说的？凭什么让未婚妻道歉啊？你怎么没跟你爸妈说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怎么摔门走了？我说话不小心把他给气走了。他错了吗？他要嫁给你，他给你省点钱，错了吗？你怎么可能就把婚宴退了呢？你怎么跟那些亲戚交代呀？你让他怎么跟他的亲戚交代？你想过这个后果吗？我没有说不结婚呢，没人逼你结婚啊。但是就这种人就你这种人现在不能嫁的，治不好不能嫁的，非要嫁给他是吧？还没受够是吧？哪儿好？有什么好？其实他有时候也挺好。不是一个人连理都不讲了，还有什么好？一个人连基本的礼数都不讲了，有什么好？我现在真是弄不明白了，就是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呀？都不讲理了，还是好人吗？他就是有时候做事也强势一点，但是他就是……那你喜欢你就回去道歉吧。你要跳火坑，我们也不拉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留给他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姑娘，你先说吧，你都习惯道歉了，来。其实我觉得咱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最开始也是挺开心的，但是这么久了，一直是道歉，一直不断的重复，我不想再重复下去了。咱都到结婚的这件事情了，然后你竟然还是这么任性，难道就是说从找工作开始道歉，然后是辩论会道歉，订婚宴道歉，结婚还要我道歉？难道我要道歉一辈子下去吗？我说过不是说不结婚了，现在我说的很清楚，对吧？当然本来这个事情你当我爸妈面发生，现在我爸妈也知道，你就是再找我爸妈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就可以了，结婚还可以照常吗？可是我不想再道歉了。好，时间到，哈哈。我想跟女生说一点，你反反复复在安慰自己说，其实他有的时候对我也挺好，但你不能因为一点小温柔而忘了大是非。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真正不能退让的，是绝对不能再退的，你要觉醒。你哪怕是最后说的那句话，我不想再道歉了，你都一点底气都没有，你就不能大点声，我不想道歉了，你还那么唯唯诺诺干什么呢？别人没想欺负你，是你自己形成了这样一个让别人欺负的样子。别出来行吗？求你了，来换箱子了。请回，谢谢两位，请关门。接下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、2、1，请开门。
对不起啊，我们没把你这事儿给弄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回去向你父母道个歉，好吧？对不起啊，你女朋友走了，未婚妻走了，那我就替她给您道个歉吧啊！谢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请回吧啊！你算什么男人？